这个保送我们的这个船从香港开船，经过南朝鲜仁川、烟台到天津。那么在天津呢，有中共的元老李立山接船，晚上有天津市长黄敬招待我们，深情招待我们，这个是很隆重的。为什么？这个也是我还得要补充一点，这个同船的人呢，除了一批左派学生以外，还有一部分人是民主人士，被中共统战的民主人士，是到北京要开政协会议，所以李立山跟黄敬特别重视这一批人。我们在天津住在最好的招待所，那个泰来饭店，那个是印度人开的，当时天津唯一有电梯的饭店。然后在天津参观造纸厂待了好几天，才到北京。那个已经是5月份了。到北京呢，我事先没有告诉我们呢，到哪里去看什么，事先都没有告诉的，只是说保送我们到北京去学习。到北京才知道，原来中共中央已经给我们办好了一个叫做华侨青年训练班。这个位置在哪里呢？在北京市西单附近，它原来是国民党的空军医院，就在那里设立这个训练班。而且早先有一批先到的，也是大概有10几个、几十个华侨，我们是第2批，那么加起来有几十个吧，30、40个大概，都是最可靠的这个左派青年东南亚的左派青年。那么这个训练班的位置是吧？因为这个训练班是高度保密的，这个大门都有警卫的，带枪的这个警卫的，对不对？还有一个特点，我们经常到中南海，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去听内部报告。我听过朱德总司令给我们讲的什么题目呢？全国军事形势报告，那是内部报告。当时正是军队过长江的战斗的时期，给我们讲这个全国军事形势报告但是我呢，我的最早的志愿不是学军事吗？那个训练班是专门学政治的天天讲马列主义、思想改造我不愿意单纯学政治，他是将来培养政治干部，我要成为军事干部，不是政治干部虽然政治也很重要，对不对？但是不同的
军事跟政治是不同的，所以我没有放弃我的志愿，壮志凌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申请报考华北军政大学，但是华侨青年训练班的负责人不批准，他当然不会放我了，因为难得哪里去找这一批左派青年，对不对？但是呢，我坚决要求一定要学军事。他没有办法了，是啊，他也没有办法。但因为我不是叛逃啊，我也不是说到哪里要出国啊还是什么，对不对？我要学军事嘛，不是比政治还要，是不是还要革命啊，对不对？他也没有办法阻止，但是很困难，几经周折才批准，不容易批准之前，他找我，这个大概是组织部的吧，他的名字我还记得很清楚，李杰夫，姓李的李杰，那个杰是怎么说？那个杰，那个打仗胜仗的那个杰什么？夫人的夫，李杰夫。他是从延安来的干部，老干部他告诉我，将来你到别的单位的时候，写自传、写简历的时候，这一段历史你空着不要写你不要写曾经在这里上过学，等于空档嘛，对不对？他是告诉我你记住，他说。当然，我以为他们内部有自己的办法了，怎么去这个解决的？当然，我信，我服从他的话嘛，对不对？这个后来就成了大问题了，成了所谓的历史有问题，对不对？就这一点。那么我就我高中没有毕业，我同等学历考华北军政大学，考上了。这个学校的校舍是在长兴店，靠近卢沟桥，原来是国民党训练装甲部队的地方，那个很大，范围很大所以我就成了解放军了穿军服，是吧？但是我们主要的先学政治中共是非常重视政治的因为一切的都要服从政治，是吧？都要服从政治，政治是灵魂，是不是？所以上学的时候，白天先学政治，学什么呢？它是最基本开始下手，社会发展史，这个是对我来说已经是小儿科了，早就滚瓜烂熟了，对不对？那么下午我们还参加劳动那个时候是夏天嘛种菜，因为解放军是他是生活安排每一分钟都有任务的没有闲的时候上课、休息、吃饭、劳动一个接着一个，严密这个
生活非常严厉，但是呢，我经得起，因为我本来志愿就是学这个军事嘛的，我要受这个军事的考验，军操也学，那么晚上呢还要站岗，当时北京的治安还不是那么好，因为还有一部分国民党的残留散兵游勇还在北京的郊区活动。有一个很有名的叫王凤刚，也是到处杀人放这个暗枪就是王凤刚。那么那个部队就要求我们，他说你晚上站岗，如果碰到有坏人，可能是王凤刚的手下的人，你不要打死他，想办法把他活抓，是吧？他是个吩咐我们的，每天我们要轮流站岗嘛，站岗就是不要打死，要活抓，想办法活抓，这个是这样。刚好我们碰上了8·1建军节，8月1号。8月1号是什么呢？是1927年，中共周恩来、朱德在南昌发动的武装政变，就南昌起义这一天就成为中共的建军节，8·1嘛。但是后来失败了，被镇压了，就南昌起义8·1嘛，刚好那天我们遇上了8·1了，检阅部队我们也是受检阅的扛着这个枪，雄赳赳过检阅台很雄壮的，就在学校里头检阅，对不对？我也很高兴了，是吧？那么晚上呢，还是政治学习，他很紧的，抓得很紧的不是随随便便自由浪荡，对不对？1分钟都不浪费的。晚上学什么？学白天学的政治讨论这个社会发展史。那么我是滚瓜烂熟了，对不对所以我的发言是比较精彩有的人没有听过这个课，因为在国民党的时候不讲这个，这是一套是共产党的东西，对不对？国民党的学校不讲这个，社会发展史哪里讲这个？社会发展史讲什么？讲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讲这一套这是马列主义最基本的理论当然从现在的观点来说洗脑，这个洗脑的初步理论，对不对那么我们的纪律很严的礼拜天可以出门，我们到哪里？到长兴店。长兴店一个市镇嘛，对不对？一个市镇还要买点东西是不是那么有一天我买了水果，一面走一面吃水果，晚上开会就批评我了就等于就是不严肃不可以一面走路上吃水果这个就是说不好这样都批评，所以这个严格到这个地步批评在路上不能吃水果这是我举个例子，就严格的，非常严格我们出门礼拜天出门到长兴店，还给我们分给我们枪扛枪到那个长兴店，所以我借那个机会我拍了一张照片，在那个长兴店的那个照相馆大部分的人在香港是在香港里头拍照，对不对？
我呢，我要拍那个长辛店的街啊，我叫他在外面拍，不要在里头拍，没有什么意思嘛，要在外面拍，背景的那个长辛店嘛，对不对？啊，他这恐怕是头一个碰到我这个人，对不对？因为我跟他们那个国内的人不太一样，对不对？国内的人比较死板啊，拍照一定在安排你在里头了，对不对？是不是？我不愿意在里头，那太俗气了，对不对？那我有点野味，对不对？在外面嘛，拍外面的景，他把那个相机搬到路边给我拍，这个就是唯一的我在华北军大的照片，现在还保留着，很有意思啊，很值得做纪念，是吧？我穿着那个军服啊，扛着枪，在长辛店的街边拍照啊，现在还保留着啊。那么过一阵子，我突然这个肚子疼啊，每天的肚子疼，肚子疼呢，他不能跑步了，不能跑步啊，那不能跑步，我这个军人抽不了了啊，不能跑步，你做什么军人，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当然，如果说当然学校也有医院，是吧？你可以到医院看。当然，我的意思呢，我不行了啊。那么我呢，就申请退学了。那么退学也不容易的啊，中国这个学校啊，退学是不容易的啊，不是随便你想退就退，尤其这个军事学校是吧，很严格的。但是我刚好碰到管那个退学的那个将军呢、他是华侨啊，他是华侨，也许出于同情吧，很快批准我啊退学。我退学呢，找谁呢？我不能再回到那个华侨训练班吧？因为我申请出来的时候不容易嘛，对不对？跟那个干部快社跟他发生很大的矛盾，我不愿意再回去嘛，对不对？啊，没有脸嘛，这个也脸面嘛，对不对？啊，你退学了你就回来了，所以我找学联，学联管这个学生的事嘛。好了，我又病了，啊，学联很不错的，他把我送到医院去，哎，检查急性盲肠。我在医院就开刀了，啊，那个学联的负责人很好的，啊，送我到医院开刀了，开刀我到哪里去啊？我因为高中没有毕业，只能回到高中了，是不是啊？因为我到哪里去啊？没地方去啊，对不对？那么我就把我介绍到私立四中，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啊，这个都有名的